你是否感觉自己的情绪是一个时空的钟摆，在脆弱的框隙与瘫痪的焦虑之间猛烈摇摆？那框隙一轰击线势便破碎，而那焦虑则将你延美在对未来的担忧中。你是否感觉自己像一个认知，被锁在下一个痛治、下一个批评、下一个在你新闻推送中爆发的危机上？你拼命寻找一块见识的地面，一个控制与驻境之地，但所找到的只是连接的小钱和暂时的解决方案，它们仅仅掩盖了内在的混乱。这场在你脑海中持续不断的战争让你筋疲力尽，是你相信这种慢性的反应性仅仅是人类的状况，一种无法逃脱的状况，只能日复一日的管理痛苦。这种持续的警觉状态，这种感觉自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被环境的波浪和你自己心灵的风暴来回炮制，并非偶然。这是一个从你的分心中活力的环境，以及缺乏心智训练的结果。你成了他人意见的奴隶，用点赞和评论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允许陌生人的话语支配你内心的平静。你的心知本应是你的堡垒，你的绳索却成了一个开放的战场，任何外部刺激都可以进入并播下怀疑、愤怒或恐惧的种子，而呢，本应是总司令，却被动地看着这一切，输掉每一场战斗。如果我告诉你，一直以来卖给你的解决方案，那个冷漠无情的40多个主义者形象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呢？更早的是，这是一个误解，它组织你接触到为祸的注境和不可动摇的力量而创造的最强大的心智工具。我们在这里要一起做的，不是教你压抑你的情绪，而是建立一个心智的架构，将情绪用作数据，而非独裁者。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将打破关于40多个主义的4大神话，并在每一个神话的位置上安装一个可操作的真理，一把莫能钥匙，让你最终开始建造你内在的城堡，一个你将从中统治自己平静的堡垒。在我们穿越这座古老智慧堡垒的大门之前，我们需要点名。一支军队在战斗前互相认识，一个新时代的建筑师们在开始建造前互相了解。因此，现在就做出你的第一个战略行动，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对你自己心智承诺的印记。订阅这个频道，以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为你的旅程准备的工具。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下方评论呢，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加入这次建设。不要把评论去看作一个空洞的空间，而要看作是我们的建筑工地，一个我们聚集所有拒绝继续做环境受害者，并决定成为自己主人的人的地方。你将在这里发现的40多个主义，不是关于情绪的确系，而是关于你对情绪反应的工程学。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陈腐的学术哲学，而要把它想成是你心智的一个活跃的操作系统，只在21世纪的混乱中以最高效率运行。事实是这样，成为40多个主义者不是要冷漠无情，而是要有战略性的冷静。这是一种能够感受到愤怒的浪潮、恐惧的战力、喜悦的狂喜，但却可以选择不被他们淹没的能力。你的情绪变成了一份数据，一份战场报告，但不是发号施令的将军，是你的理性，你的选择始终在掌控之中。马克·奥勒留，那位在战争和瘟疫时期统治罗马的皇帝哲学家，在他的沉思录中写作，不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神，而是作为一个与你进行同样战斗的人。他教导我们，真正的40多个主义者不是一块感觉不到周围风暴的麻木岩石，那是傻瓜的形象。真正的40多个主义者是等他感受到风的全部力量，感受到拍打他脊座的波涛的狂女，但他仍然坚定，功能正常，发出他的光芒，引导他人在黑暗中前行。正是因为他是为地狱风暴而建造的。这就是我们要在你身上建立的力量，不是石头的力量，而是等他的力量。让我们从打破最大的谎言开始，即你需要变成一片情感的沙漠。
你将在其位置上安装的可操作真理是观察与区分。你不会向你的情绪宣战，那是弱者所为，而他们总是失败。相反，你将成为自己心智的科学家。你将学会观察一个情绪的出现，就像气象学家观察地平线上形成的云一样。你会注意到它的质地、它的颜色、它的温度，而不会被风暴卷走。你将在你所感觉到的和你对此所做的行为之间，创造一个空间，一个黄金般的浩渺。这里的内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从童年起，我们就被教导要与我们的感觉融为一体。你不是有愤怒，你就是愤怒；你不是感到悲伤，你变成了悲伤。这种瞬间的融合是所有反应性的根源，它是你说出后悔的话，做出冲动的决定，并将你城堡的控制权交给任何敲门的情感入侵者。你的自然倾向，你的自动驾什么事是反应。我们的工作是关闭那个自动驾什么事，并接管手动控制，将反应转变为深思熟虑的回应。一个主权者的有意识选择，而不是一个努力的痉挛。把你的心智想象成你内在城堡的智慧塔。像愤怒、恐惧或焦虑这样的情绪是心事，他们跑到门口，常常带着来自外部世界的两人消息。反应心强、未经训练的统治者听到警报，两慌失措，并将城市的钥匙交给心事，任由他在街上奔跑，散布混乱。斯多各式的统治者，也就是你正在成为的建筑师，听到同样的警报，但行动方式不同。他命令城门只打开到足以接受信息，而不是心事本人。他阅读羊皮卷，分析信息，然后冷静而清晰地决定下一步行动。联系是与一个简单的问题：每当你感到强烈情绪时，都应该问自己：这有用吗？不要问他是好是屁，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问问这种情绪以及他所建议的反应是否对你的长期目标有用。交通堵塞中产生的愤怒，对你更快、更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有用吗？对一场演讲的焦虑，对你更清晰、更自信地进行演讲有用吗？这一个问题就像一个杠杆，在感觉和行动之间创造了必要的分池，让你的理性而不是你的反应来做最终决定。这种区分的力量是所有内在力量的基础，它是将外部时间与你对气的内部判断分开的能力。艾比克泰德，一个从努力成为最伟大的4多个道士之一的人，简辑地说道：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被接骨本身并非可怕，它只是一个时间，是你的判断。我的职业生涯完了，我是个失败者，创造了痛苦。通过将你的判断是位于时间分池的东西，你获得了质疑它、挑战它，并最终冲写它的力量。想象一下，你脑海中出现的每一个想法或情绪，都是一个向你城堡的指挥官报道的士兵。反应性的士兵只会大喊：我们受到攻击了，然后冲向战场，把整个军队都拖下水。受过4多个训练的士兵则会报道并说：长官，有报告称北边境可能存在威胁，情报显示敌军可能正在逼近。注意其中的区别。第二份报告是数据而不是命令，它允许你作为指挥官进行分析，要求更多信息，并准备战略防御，而不是盲目地冲进陷阱。这种观察的联系不是被动的，它是一种持续而积极的警惕行为。它是在为你的心智训练一个兽尾。一开始，这个兽尾会没有经验，它会混淆地有不必要地拉响警报。但通过日常训练，它将成为一名精英哨兵。它将学会识别你反应性思维的模式。它将知道真实威胁和想象中的恐惧之间的区别。它会给你清晰见机的报告，让你能够意义为完全信任砌成强安全的皇帝版的注境来统治你的心智。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自由，不再是愤怒的老板、鲁莽的司机或网上的负面评论手中的玩物的自由。当你掌握了观察和区分的艺术，你就会意识到，你城堡墙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你感受或做任何事。他们可以行动，可以说话，
可以喊叫，但对于那些时间的意义以及你将如何回应的最终决定权，永远切只属于你。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对你内在宇宙的主权。因此，情绪不是被压抑，它是被整合的，它成为一个顾问而不是一个暴君。恐惧的能量可以转化为精心策划的能量，愤怒的能量可以被引导到纠正不公的正向行动中。你不是摧毁原材料，你是在提炼它。你成为自己灵魂的连进注释，将情绪反应的粗浅转化为有的性、深思熟虑的回应之境。你的情感生活变得更丰富，而不是更贫乏，因为你终于能够控制乐器，而不是被他们所控制。技术、刺激与回应之间的空间是你的成长和自由所在。扩大这个空间是你日常的工作，这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暂停来完成。在恢复一封条新型的电子邮件之前，深呼吸3次。在对一个批评做出反应之前，散步5分钟。这些小小的中断行为，就像为你驻颈的肌肉做锻炼。每一次你选择不立即反应，你都在加强你明智回应的能力，一块转一块砖地加固你内在城堡的城墙。这种将发生的事情与你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分开的能力，是和平与混乱之间的区别。两个人可能面对完全相同的事件，被解雇。一个人将其解释为定义其一生的灾难，另一个人则将其视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找到一条更合适的道路。时间是中性的，力量、痛苦或机会不在于时间本身，而在于所选择的解释。斯多葛主义把比较给你，并说故事是你的，请明智地书写它。你会开始注意到，你大部分的困扰都来自于对假设情境的反应，对尚未发生的未来的恐惧，或对无法改变的过去的犯怵。不偏不倚地观察，将你锚定在你唯一拥有力量的地方，当下。你心智的守卫将学会摒弃那些莫意和要事的心事，它会识别出他们是试图永续假信息来动摇你亡国的间谍，而呢，作为统治者，将平静地将他们打发走，将你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重要的经济场上。现在，这第一个原则的结论是你身份的深刻转变，你不再是焦虑的人或脾气暴躁的人，而成为那个观察焦虑和愤怒而不予置认同的人。你不是风暴，你是观察风暴经过的天空。这种不认同是获得不可动摇的住境的关键。云朵可能来来去去，有些黑暗而具有威胁性，有些轻盈而短暂，但天空，你本质的意识始终存在，烟阔而不受干扰。现在，让我们摧毁第二个谎言，认为斯多葛主义者是一个被动的形象，只是耸耸肩接受自己可怕的命运。这不是智慧，这是软弱。我们将在这里安装的可操作真理是在控制经济场内的专注行动。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不行动，它是关于以一种残酷无情的效率行动，但只在你的行动确实能产生影响的地方。这是区分你的赛场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艺术。由此产生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痴迷与控制、不可控制知识的文化中。你花费了大量的精神和情感能量，试图控制他人的意见、交通、经济、天气，这就像试图智慧抄袭。这场斗争是你挫折、焦虑和无力感的主要来源。你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错误的战场上打着错误的仗，在那些你永远无法征服的领土上。你的心智因与现实本身抗争而疲惫不堪。这里的比喻是斯多葛弓箭手。弓箭手知道他对某些元素有完全的控制权，他的弓的质量、最佳箭式的选择、他训练的严格性、他的专注力、他的呼吸，以及他松开弓线的确切时刻。他痴迷于完善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然而，当坚持开弓的那一刻，他的控制就结束了。一阵意想不到的狂风，
目标突然的移动，空气的适度，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能力之外。平庸的弓箭手对风感到绝望。4多个弓箭手只专注于射出完美的意见，所以你的工作是在自己周围画一个清晰的圆圈，在这个圆圈内是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的价值观、你的努力、你的态度，这是你的控制经济场。这个圆圈之外的一切，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或怎么做，你的声誉、你的健康、你的财富，最终都不在你的直接控制之下。是的，你可以影响这些事情，但你无法决定它们。诸境和效率来自于将100%的精力集中在圆圈内的事物上，并平静地接受圆圈外的事物。这种区分被称为艾比克泰德的控制而分法，是你将拥有的最解放的工具。它能治愈焦虑，因为焦虑几乎总是试图控制不可控制之事的结果。你不会为呼吸而焦虑，你只是呼吸，但你会为你老板对你演讲的看法而焦虑，因为你将精力集中在你的控制权之外。4多个的时间是把这个焦点带回来。你无法控制你老板的反应，但你可以控制你准备和演讲的质量。想象一下，你每天浪费的能量，浪费在担心尚未发生的事情上的能量，浪费在反复思考过去错误上的能量，浪费在对电视上的政客生气上的能量。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手击所有这些浪费的能量，并像激光一样将其中心导向你唯一可以实际控制的事情上，你在当下的行动和态度，你的生产力、你的效率和你的内心平静将会成倍增长。你将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股自然力量。塞涅卡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在想象中比在现实中守更多的库。通过专注于你的控制经济场，你拒绝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支付利息。你在现实呈现的那一刻处理它。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与其为想象中的悲惨未来而绝望，不如专注于你现在可以控制的事情，更新你的建立，联系你的关系网，学习以相信技能。你用专注的行动取代了被动的担忧。这不是听天由命，这是一个聪明将军的策略。一个好的将军不会试图同时在所有战线上战斗，他选择最有利的地形，将他的部队集中在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并忽略干扰。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战场，你的控制经济场就是你的有利地形，在那里集中你的力量，在你的圈子内勇敢、坚定、卓越地行动，并接受结果，无论结果如何，都以一个知道自己已尽力而为的战士的平静心态来接受。日常的实际应用是持续的，都在路上。你无法控制前面的车辆，但你可以控制你听的音乐，你选择的教育播客，或者你自己的呼吸。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你无法控制对方的话语，但你可以控制是让他们定义你，还是将他们用作盖进的数据。在每一种情况下，你都问自己，这里有什么是在我的控制之下的，然后你就对此采取行动，并且只对此采取行动。这种做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成功。成功不再是获得一个外部结果，这是不可控的，而是医美的和卓越执行你的行动，这是完全可控的。4多个弓箭手如果射出了完美的意见，即使间因为风而脱靶，他也成功了。你的成功不在于圣旨，而在于你无可挑剔的工作；不在于赞美，而在于你的政治。这给了你巨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你的价值感和成功感不受运气和他人意见波动的影响。这就是积极助进的本质。它不是坐等世界改变，它是站起来，在你的权力范围内，用你所有的技能和风险精神去做需要做的工作，同时接受你权力之外的现实。这是一种强烈的努力和彻底的超脱的矛盾之物。正是在这种平衡中，才能找到世界如此渴望却很少找到的效率与和平。在我们进入拆出下一个神话之前，一个简短的消息。对于那些觉得这次建设才刚刚开始，并希望更深入地研究心智架构的人，
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暴雷”的基础的特别播放列表，它包含其他视频，作为这一路程的逻辑后续步骤。清江此是为对最敬业的建设者的特别邀请，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地基，还希望建造最高的塔楼。当你完成这里的工作后，连接将会可用。我们来到了那个让善良之心的人们望而却不得神话，将40多个主义者描绘成一个鼓励的、对他人痛苦无动于衷、无法去爱的存在。这是对盖哲学的诽谤。我们将要安装的可操作真理是其中最强大且最被误解的一个 Amor Fati 热爱命运，作为一种战略优势。这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坚固的爱与连接形式。它不会在你镜面前破碎。这里的冲突是深刻的。我们的自然倾向是抗拒现实。我们抱怨、爱贪，希望事情能有所不同。为什么这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公平。要是当初事情不一样就好了。这种抗拒就像与地心引力做斗争，它是徒劳的，令人筋疲力尽的，并且只会产生痛苦。阿莫法体不是要求你喜欢一场悲剧，它要求你完全接受它，以至于它成为你道路的一部分，然后你选择爱它，使其为是你更强大的燃料。这个比喻受到马克·奥勒留的启发，是火。一小撮树枝扔上去，小火可能就会熄灭，但一场大火，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会吞噬扔向它的一切，并利用它来燃烧得更高、更旺。障碍变成了燃料。你对 Amor Fati 的时间就是成为那样的火。一场疾病，一次背叛，一笔经济损失。你不是让你的火焰熄灭，而是学会利用这些时间作为木叉，来助燃你的人性、你的智慧和你的同情心。你不仅存活下来，你因挑战而茁壮成长。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与命运的关系。你不再把生活看作是一系列发生在你身上的时间，好的或屁的，而是开始将它们视为原材料。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好或屁呀，只有发生的事情以及优美的回应它的机会。路上的障碍不是阻碍，它是道路。正如马克·奥勒留所说，困难是时间勇气的机会，背叛是时间宽恕的机会，示弱是时间人性的机会。对于他人，这不会产生冷漠，而是产生一种巨大而实用的同情心。40多个主义者知道其他人，连同他们的缺点和失败，就像批天气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超出了他的控制。他不会为他们徒劳地感到沮丧，相反，他接受他们的本来面目，并试图以美地对待他们。他帮助不是因为期望的刀干击，这是外在的，而是因为帮助是正确的行为，这是内在的。他爱的方式不是占有的、有条件的，而是一种希望对方好，无论对方行为如何的方式。想象这给了你多大的力量。你的情绪健康不再依赖与他人是否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你可以深刻的去爱，真诚的去连结，但如果他们让你失望，你的内心平静也不会被摧毁。这是一种更自由、更勇敢的爱。你可以为一个受苦的朋友提供支持，而不会被他的痛苦所淹没。你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度过危机，而不会和他们一起陷入恐慌。你成为他人的基石，不是因为你没有感觉，而是因为你选择不被自己的感觉所统治。这也挂用于过去。热爱命运意味着热爱你过去的原样，包括所有的伤疤和错误，因为正是它将你塑造成今天的你，一个现在有机会学习这些教训的人。你不再浪费精力，希望可以回去改变事情。相反，你从过去的经历中，无论是好是批，提取每一颗智慧，并用它们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你的伤口变成了你的智慧。这不是一次性的接受，它是一种持续的实践。在每一个小烦恼和每一个大悲剧中，你都有一个选择。你可以抗拒和受苦，或者你可以接受并稳。
我该如何利用这个时间中隐藏着什么机会？这个问题改变了一切。它将你从环境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位艺术家，利用生活给予的任何材料来创作一件品格与力量的艺术品。你成为命运的合作者，而不是他的敌人。斯多哥的冷漠或 apatheia 被错误地翻译了，它不意味着冷漠，而是意味着平静，一种不收费理性激情干扰的安住状态。你仍然会感到快乐、痛苦、爱、失落，但这些感觉不会绑架你清晰和有的性地思考与行动的能力。你关心他人，但你不会无用地担心你无法控制的关于他们的事情。你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遥远的旁观者。热爱命运的战略力量是巨大的。当别人引抱怨、对现实的愤怒或对已发生之时的恐惧而瘫痪时，你已经开始行动了。你接受了新的情境，并已经在挂影和行动。你比那些忙于对抗既成事实的人获得了时间、清晰度和精力上的优势。你变得反脆弱，冲击和混乱不仅不会打垮呢，反而会让你变得更强、更聪明、更有能力。因此，斯多葛主义者并非冷漠，相反，他是建一种被称为希罗克勒斯之源的普世之爱，将自己视为通信源的中心，家庭、朋友、社区、人类，并努力将所有人拉得更近，以共整合善意对待每一个人。他这样做不是处于脆弱的情感需求，而是处于我们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的理性理解。这是一种基于理性和责任的连结，这使得它比仅基于情感的一连更具人性。当你热爱你的命运时，你就变得不可战胜，因为谁能击败一个将路上每一个障碍都转化为新力量源泉的人呢？谁能扰乱一个接受现实本然并将其为己所用的人的平静呢？他们可以夺走你的财产、你的声誉，甚至你的自由，但他们无法夺走你选择回应的能力，无法夺走你在逆境中寻找机会的能力，也无法夺走你热爱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你独特而强大流程一部分的能力。最后，我们来到了无解的核心堡垒，认为斯多葛主义是一条阴暗悲观的道路，只专注于忍受痛苦。他叫你做最屁的打算，过一种晦涩、没有欢乐的生活，将照亮这个黑暗空间的可操作真理，是实践理性的喜悦和积极的主境。斯多葛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痛苦，而是 eudaimonia， 一种人类繁荣的状态，一种来自国潮有的性的生活的深刻而持久的喜悦。冲突是明确的，我们的现代社会将喜悦定义为外部刺激的结果，快乐、认可、娱乐、获得物品。这是一种脆弱的喜悦，依赖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并且在刺激被溢出的那一刻就会消失。这就像喝盐水解渴，片刻的缓解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口渴。你处在一个享乐跑步机上，为了追求一种本质上短暂且无法满足的快乐而越跑越快。这里的比喻是挖自己的井。当大多数人为了寻找与水坑外部的快乐而来绘本博士，这些水坑很快就会干涸，而斯多葛主义者则投入他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内心深处挖一口井。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不会提供即时的满足感，但是一旦他到达底下税位、美德和内在智慧的源泉，他就能接触到一个取之不尽的淡水来源。他拥有了一种不依赖于天气、环境或任何人许可的喜悦。斯多葛的喜悦或 eudaimonia 不是幸运时刻的创造兴奋，它是来自于知道你正在按照自己最高价值观行事，知道你正在用你所拥有的尽力而为，无论结果如何所带来的深刻注境和满足感。它是一个工匠为自己出色的工作而自豪的喜悦，而不是为他卖出的价格。它是来自内在的喜悦，来自一个良好构建的品格，来自一个守卫森严的城堡。塞涅卡曾大量论述喜悦，生成真正的喜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不是肤浅的笑声，而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心灵注境。它是被积极实践的。例如，
通过对不幸的预象 （premeditatio malorum）。这不是悲观主义，恰恰相反。通过思考失去你所真实的东西的可能性，你不会变得悲惨，你反而会为现在拥有它们而变得无比感激。你学会以一种自慢之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强度去珍惜你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当下。另一个时间是专注于品格而非环境的感恩。你不是为晴天而感恩，而是为自己即使在雨天也能发现美的能力而感恩。你不是为一句赞美而感恩，而是为你的正直，即那种让你值得这句赞美的行为而感恩。这将你的感恩核心从不可控转移到可控，使其成为一个稳定而坚固的满足感来源，不受生活波动的影响。积极的主境意味着你的平静并非没有问题。平静不是在独家村里找到的，它是在日常生活的战场上建立的。它是你在风暴中所感受到的主境，因为你信任你的船和你作为船长的能力。斯多哥的喜悦是热爱挑战的战士的喜悦，他在努力中找到满足感，并且知道他内在的力量比他可能面对的任何外部逆境都更强大。这也意味着在服务他人中找到目标。斯多葛主义者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过着有的性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喜悦来自于以最佳方式在人类的宏大戏剧中扮演你的角色。喜悦不是一个自私的目标，它是一个有目标、有责任感并与人类相连的生活的副产品。它是作为宇宙机器中一个有用且高效的齿轮所带来的深刻满足感。你不需要推进世界来找到这种喜悦，相反，你应该完全的与它互动，但要用一套新的内部规则。你可以享受一顿美餐，欣赏一株之美或一段友谊，但不会变得依赖它们来获得幸福。你将它们视为可选择的无差别事物来欣赏，拥有它们是愉快的，但它们的确不能扰乱你内心的平静，这让你能更自由、更少恐惧地享受它们。因此，斯多哥的生活并非灰色，它被目标、人性、感恩和一种自我产生的喜悦的鲜艳色彩所渲染。这是被动观看你的人生电影，希望快乐的场景多于悲伤的场景，与成为导演、编剧和主教之间的区别。后者在每一个场景中都能找到意义甚至美，直到所有场景都为一个获得精彩的人生这一杰作做出贡献。最终的结果是你停止追逐幸福，好像它是在外面可以捕捉到的东西。你意识到它是在内心可以培养的东西。幸福不是目的地，它是你旅行的方式。理性的喜悦和积极的主境是你路途上不变的伴侣，它们诞生于这样的确定性。只要你保持对你内在城堡、你的选择和你的品格的控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夺走你最宝贵的东西。无论发生什么，都能着装成长的能力。斯多哥的训练不是一个你将不再感到痛苦的承诺。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你将不再被痛苦摧毁的承诺。它是一个你将学会使用痛苦作为调克你品格的造子的承诺。哲学不会以出生活中的挑战，它让你足够强大去面对它们。在这种力量中，在这种能力中，在这种行动的美德中，你会找到一种比世界能提供的任何短暂快乐都更深刻、更持久的喜悦。理论到此结束，现在开始的是你作为你内在城堡建筑师的生活。你走到这一步，不再是那个反应性的现代人，风中的鞋子，而是掌握了蓝图、工具和原材料来建造一座主境。与不可动摇力量堡垒的人，我们拆出了让你软弱的神话，并在其位之上竖起了可操作真理的支柱，解放你的观察，让你高效的专注行动，让你不可战胜的热爱命运，以及支撑你的理性喜悦。但请记住，知道道路与走过道路是两回事。真正的工作在你关闭这个屏幕时开始。你的时间是与一个生命，一个公开的承诺，一个将你的意图固化并将其转变为你城墙第一块砖的行为。你作为你心智指挥官的第一个行动
是宣布你的主权。现在就去评论区坚定地写下我的心智，我的堡垒。不要把这看作一个简单的评论，而是一个实验，一个对你这种新生活方式承诺的印记。如果这条信息与你觉得所确实的真理产生了共鸣，请分享这个视频，成为其他仍在风暴中密室，相信我们今天所摧毁的神话的人们的等他。最后，如果你坚持到最后，你证明了你不仅仅是一个寻求快速解决方案的游客，你是一个认真的建设者。通过订阅频道并留下你的点赞来加强我们的工作，加入我们的建筑师军团，并且作为对你路途同伴的认可信号，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次。这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并向所有人展示记录和专注力仍然存在。现在去吧，你人生的战场在等着你，用哲学家的智慧和皇帝的勇气去统治它。建设已经开始。